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从医院走出来那刻，我腿都是软的。上个礼拜和老公一起做全身体检，今天结果出来，本来以为没什么毛病，医生却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他拿出我老公的体检报告，说肝癌中期，如果做肝移植，还有存活的希望。想到我和老公陈明坤从校园恋爱步入婚姻殿堂，相识相爱整整8年，我趴在方向盘上放声大哭。老公才30岁，我怎么忍心告诉他这个噩耗？想了很久，我决定先去银行把我们定期5年的存款提前解封，等到肝源之前，肯定要带老公去医院治疗的，加上换肝手术的费用。以我们手里的几万块，肯定远远不够。谁知我拿着存折去银行查询时，柜台却告诉我存折里没有50万，只有50块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不可能，2年前我和老公一起来存的5年定期呀。柜台说帮我查询下取款记录，接着他说，李女士，我们这边显示在你们存进来的第2天前就被取走了，是谁取的？存折密码只有我和陈明坤知道，其实我已经猜到了。柜台的眼神略带同情，您的丈夫陈明坤，但亲耳听到，我还是如遭雷击。我信任的老公竟然瞒着我把我们奋斗几年的存款取出来，这么多钱他用到哪里去了？我怀着复杂沉痛的心情一路疾驰回家。本来跟单位请了半天假去拿体检报告，没想到发生的2件事让我感到心绪不宁，完全提不起精神上班。领导多给我批了半天假，我呆呆地坐在床边很久，直到客厅的防盗门被人从外面打开，我才回过神来，看了眼时间，才下午1点50，今天是工作日，陈明坤没告诉我他今天请假呀。我刚要开门出去跟他摊牌，客厅里传来滴一声，像是用遥控器打开空调的声音。妈，快进来，热坏了吧？夏天气温高，要不你在家里住2个月，等天气凉快了再继续去旅游。婆婆来了。哎呀，我也想留下来住啊。可李梦不发话，我不敢打扰你们小2口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李梦敢不让你住，我就抽她。这话显然婆婆很喜欢听，咯咯直笑。她颇为欣慰地说：“女人娶回来不听话，确实该打。你老家那些表哥堂哥家，哪个媳妇都是这样收拾好的，现在一个个乖得很。我都不知道，原来热衷旅游的婆婆还是个演戏派，人前人后2副面孔，甚至还给老公传播家暴思想。更没想到，我的枕边人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婆婆的片面之词。我压抑着胸口的窝火没出声，我倒要听听，他们还会在背后编排我什么。婆婆又说：“儿啊，我这次回来，一是想你了，回来看看你；二是我想买辆房车。可能是年纪大了，每次坐火车硬座都腰酸背痛疼得厉害，走到哪也没个歇脚的地方。要是有辆房车，开到哪玩到哪，多方便啊！你觉得呢？”陈明坤说：“妈，你又没有驾照，你买了也开不了啊。”婆婆说她在旅行过程中结识了几个驴友，其中有一个以前是开货车的，现在退休了，能开房车。他们几个兄弟姐妹相约一起自驾游遍全国各地，其他人有的出钱，有的出力，他出1辆房车。明坤，你再给我打60万吧。我一个老姐妹，她有渠道，59万就可以买到1辆价值100万的豪华版房车。外面突然安静了，我心里诽谤，真会狮子大开口。我们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老公能同意才怪。婆婆立马哭了：“你是不是结了婚，心里就没我这个娘了？
你爸死得早，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怕你受委屈，多少亲朋好友劝我再婚，我都没答应。老公这个人很孝顺，听到他妈一哭，心疼得不得了。好好好，给你买。妈，我知道你为我付出很多，但之前不是陆陆续续给你打过近50万，那么多钱你都用完了，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买房车呀。在房间的我又惊又怒，原来那50万老公竟然背着我打给了婆婆，那不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吗？他有什么权利全部支配？谁知婆婆说：“你不是这套房子吗？把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？”我炸了，顿时理智全无，开门冲了出去。陈明坤和婆婆两个人目瞪口呆，神色一阵白一阵青，无比精彩。陈明坤脱口而出的好字咽了回去。我紧紧盯着陈明坤，你不是说你妈用自己的退休金旅游的吗？他的脸涨成猪肝色，气急败坏指责我：你有没有道德心啊？故意偷听我和我妈讲话。我气笑了，你少给我岔开话题。你妈今天回来，我根本不知道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妈全国各地旅游到底用的谁的钱？看我绷着脸，陈明坤语气软了下来，他揽过我肩膀：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妈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钱都花在我身上了，哪有什么存款？她想旅游，我不支持她，谁支持她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男的总在结婚后突然想着回报妈妈了？年轻能挣钱的时候，没说把工资全上交给亲妈，也没说对亲妈嘘寒问暖，小节大礼送不停，甚至连电话都很少打一通。难道结婚使人成长？我甩开他的手，所以你妈算盘打得真响啊！一年旅行300多天，快乐有了，幸福有了，还分逼不出。哦，主打一个零成本高回报是吧？你别忘了，这是我们存起来将来生孩子养家的钱，你全给你妈花了。我们急用钱的时候怎么办？家里有人生了大病怎么办？你光想着孝顺你妈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？我说的话不知道戳中了陈明坤身上的哪根神经。他面露不耐，急，你急个毛线啊！你以前怎么不急？知道被我妈用了以后才急，你还好意思说生孩子，非要有钱才能生孩子吗？以前吃树皮还不照样生？生出来就能养活，就你矫情，天天杞人忧天，危言耸听，没钱治病就去死，活着也是拖累别人。我心凉了大半截。当初和他结婚，婆婆不出钱不出力，只在婚礼上出了个人，一切开销全靠我们自己。婚礼结束，婆婆拿着份子钱去旅游了。她说她的任务已经完成，现在要为自己而活。那时我和陈明坤办完婚礼，身上穷的只剩几千块，因为婆婆说没有义务帮我们带娃。我理解了，便和我妈商量请个月嫂。我妈看着双重保险，请月嫂就意味着家里的收入少一份，所以我们约定好攒够钱就生娃。现在她却怪我矫情不肯生。一旁装死很久的婆婆捶足顿胸：别吵了，别吵了，都怪我，我应该早点死，不给你们小两口增加负担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老姐妹，告诉她们我不去旅行了，我回来挣钱，我去洗盘子扫大街，哪怕是翻垃圾桶捡瓶子，也会一分不少把钱还给你们。我本来就临近爆发边缘，婆婆还不停装委屈煽风点火，我气得冲她大吼：那你去打电话呀，我真没见过你这么自私无德的老人，光顾着自己享乐，趴在子女身上吸血。打电话呀，现在就打，不打我看不起你。婆婆被我吼懵了，她手里还装模作样拿着手机，身体却迟迟不动。我的拆穿让她骑虎难下，
谁知他突然抓头发，把头往沙发上撞，让我死，让我死！老了惹人嫌，儿媳妇不尊重我，儿子也不帮我，眼睁睁看着我被欺负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冷哼一声，沙发是软的。下一秒，陈明坤从身后薅起我头发，狠狠甩了我一巴掌。他面色铁青，跟我妈道歉。我妈1年才来家里几次，你就用这种态度跟她说话？我捂着脸强忍眼泪。他不来，那是因为他没空，拿着我们的钱在外面潇洒。有你什么钱？我工资比你高，那里面大部分是我的钱，我爱给谁花给谁花。眼前男人凶狠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，左脸颊火辣辣的疼，但远不及心里的疼。刚才那一巴掌彻底浇灭了我对他的爱意。离婚吧！陈明坤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就为了这么点小事你要跟我离婚？我妈辛苦一辈子，有点爱好怎么了？难道她就非得在家围着你转给你当免费保姆吗？你怎么那么自私？她现在的年纪就该享受人生，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全力支持。你有没有良心？连这点钱都要跟她斤斤计较，还用离婚威胁我？婆婆这会儿也不继续撞沙发了，她茶言茶语劝儿子：“你们千万别为了我离婚啊！只要小梦心里舒坦，妈受点委屈不要紧。”这句话犹如导火索，陈明坤拍桌而起：“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！”我转身回卧室，把门锁起来。婆婆在外面说：“儿子，小梦就是任性了点，你是一个男人，你让着点她。任性？我看她是想上天。妈，你之前说的对，女人还是得治。你看被我打了，还不是乖乖回屋老实了？再说了，同样是人，凭什么男人就要让着女人先低头认错？他就是被网上的毒鸡汤把脑子毒坏了。听听这普信发言，我以前眼睛里是糊了屎吗？看上这狗东西，我回屋不是因为我怂了，而是我要报警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要是当他面报警，他急眼了又冲动打人怎么办？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，适时的让步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全。我又不傻。警察上门的时候，陈明坤和婆婆双双傻眼。陈明坤结结巴巴问什么事，我这才从卧室出来指证他：“警官，就是他家暴打我。”陈明坤大怒，手臂下意识朝着我的方向挥起：“你这个贱货，谁让你报警的？”当着警察面，他还敢动手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他是愚蠢还是愚蠢至极。警察厉声喝止：“别动手，离远点！”然后他被2人控制住，压着带进车里。我一起过去做笔录，婆婆也跟上来了。她哭哭啼啼替她儿子求情：“警官，都是误会，小两口过日子哪有不打架的？我们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们把我儿子放了，我会好好说他的。”愚昧无知，女警暗中翻了个白眼：“抱歉，阿姨，现在是2024年，法治社会，就算是夫妻，打人也是犯法的。”到警局里，陈明坤一开始觉得自己没错，现在夫妻间男人打女人多了去了，就他不能忍，他是该打。谁让他不尊重我妈？我要是不打他，怎么对得起我妈？警察见他脑子不好，直接问我要不要谅解。我说不谅解，警察立马铐上手铐带走。陈明坤急了：“哎，你们都不调解一下的吗？怎么说拘留就拘留？”他阴郁暗含威胁的目光转向我：“李梦，你确定要这么闹？我被拘留的事要是公司知道了，我工作就没了。”我冷笑：“哦，关我什么事？”这时，绿茶婆婆委屈巴巴插嘴：“小梦，我跟你道歉行不行？我给你下跪磕头，你别为难我儿子了。我忍这个老太婆很久了。”立马冷嘲热讽：“你演戏演上瘾了，
我怀疑你这几年在外面不是去旅游去了。婆婆神色紧张，嘴硬。我就在外面旅游，不去旅游我能干嘛？你是在外面进修演戏去了吧？来来来，你给我下跪磕头道歉，我就写谅解书。你跪呀！婆婆又开始哭了。虚伪！陈明坤咬牙切齿。你怎么样才肯谅解我？我说让我写谅解书也行。打我的人必须得弯腰低头跟我认错道歉，还要手写一份悔过书。我知道，像他这样大男子主义的男人，让他给女人低头比吃屎都难受。可他不得不道歉，毕竟他是公务员，前脚被拘留，后脚估计工作就得丢。最后，陈明坤不情不愿当着警察的面，90度弯腰给我道歉。按我的要求写了份悔过书，同时我请警察出具了一份告诫书。我们3人一起出警局。陈明坤显然自尊心受损，他看我的眼神阴狠无比。贱货，你给我等着！回到家里，我妈摸着我的脸，心疼坏了。我爸气得咆哮：这个狗东西，在我们面前人模狗样，背地里居然敢打我女儿，迟早会得报应。我妈跟着骂：去他妈的妈宝男，人渣，跟他离婚，让他和他妈过一辈子去。我拍拍爸妈的肩膀，安抚他们：渣男盒饭已经在热了。爸妈不明所以，我当即把陈明坤患肝癌中期的事告诉他俩。我们全家非常有默契的相视三笑。我当晚就预约了离婚，把信息发给陈明坤，他秒回消息：被我睡烂的二手货，我看离了我，谁还肯要你？我妈早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白富美，她驴友的女儿。我嗤之以鼻，有什么用？你还能活多久？很快便到离婚登记那天，陈明坤带着婆婆雄赳赳气昂昂出现，我爸妈也陪我来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财产分割。出了异议，房子是我们双方出资共同买的，对半分没问题。问题在于陈明坤把婚内共同财产都转给了他妈去旅游，现在他翻脸不肯赔。我拿出他的转账记录，我告诉你，钱是我俩一起挣的，你没经过我同意擅自给别人，我有理由怀疑你们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这是犯法。陈明坤耍赖，你这就说得严重了，什么犯法不犯法的？难道给我妈赡养费也有错？我爸气得眉毛倒竖。好啊，那上法庭起诉，我看谁会掏空全家的钱给老母亲当赡养费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脑子都不长一个？我妈拿出警局出具的家暴告诫书，你不赔是吧？明天我就拉横条去你单位闹，让你们同事领导都知道你是道德败坏，知法犯法的小人。我瞅了一眼婆婆，只是可惜了，辛苦一辈子培养出来的公务员毁于一旦。你要是工作丢了，房车这辈子都没着落了吧？婆婆小声说：儿子，要不你把房子卖了，又不是赔不起，别影响了你的工作。最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，价值120万的房子过户给我，除去贷款60万，我给只需他转5万。没想到刚出民政局，陈明坤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突然问我：你前2天是不是去医院肿瘤科了？我停下了脚步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妈前2天去医院看感冒，看见你了。婆婆立马笑了。儿子，我就说她肯定生了大病，幸好你跟她要离婚了，不得拖垮你。咱家有多少钱也不够她挥霍的呀。陈明坤说：你别怪我绝情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除了离婚的事，你也别联系我了，我可没钱借给你治病。我若有所思。你说的对，那1个月后我不来签字离婚了，拖也要拖死你。陈明坤睁大眼睛：你内心怎么那么阴暗？自己快死了还想拖我下水？
你不同意，我就去起诉。婆婆催促：“儿子，走了走了，你离他远点，别传染什么病给你。”俩人溜得比兔子都快，生怕我缠上他们。我爸刚才差点没忍住把真相说出来，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得病的是自己会是什么反应。前2天我确实去过医院，是医生打电话告诉我陈明坤有匹配的肝源了，但是有一个小朋友情况危急，就排在陈明坤后面1位。我懂他的意思，昨天我还在犹豫，但今天我立马掏出手机告诉医生先救小朋友，至于陈明坤，他慢慢等着吧。离婚冷静期需要等待1个月。第2天，陈明坤就迫不及待拉我去过户，他得意地告诉我，他妈要带他去散心1个月，驴友和驴友的女儿也去，正好和相亲对象培养感情。我求之不得，告诉他，去吧，玩得开心点，没准是你最后一次旅游了。陈明坤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他反而还不高兴了，全程摆个臭脸。过户完出来，他突然想到什么，愤怒地质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早就有下家了？难怪要跟我离婚。”我妈说的对，你就是个荡妇。我冷笑：“抱歉，我没你那么龌龊。”他气急败坏，嘴硬：“你还能活多久？”接下来第1个月，我的生活恢复正常，房子我转手就挂售卖了138万。陈明坤请了大半个月的长假，在外面玩得可开心了，每天都发朋友圈，还没离婚呢，就和新女友就搂搂抱抱，卿卿我我。婆婆也很开心，专门给我发消息，她儿子贷款给她买房车了。可我注意到陈明坤脸部皮肤越发粗糙晦暗，黄的不健康，很正常，毕竟他不知道自己有病。没了我的管束，每天熬夜抽烟喝酒，也不忌口，症状体征自然就明显了。时间一晃而过，我和陈明坤拿到离婚证那天，我顺便把他的体检报告递给了陪同他来的前婆婆手里。我郑重地对着前夫说：“保重身体。”陈明坤不明就里嗤笑道：“这么快后悔了？我告诉你晚了，你就是跪舔我都不会再看你一眼。”我又对着前婆婆说：“葬礼那天别忘了通知我，我来随250份子。”前婆婆气坏了，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竟然敢咒我！我告诉你，老娘才50多岁，前不久才做的全身体检，身体好得很，你死我都不会死。”他当场把我给他的体检报告单撕碎，不解气的还踩了几脚，故弄玄虚。我摊摊手：“我又没说你要死了，我说的是你的孝顺好大儿。”陈明坤撸起袖子，怒骂：“你再恐吓我试试，是不是还想被老子打？看来上次你还没长记性。”我无奈摇头，自欺欺人。我忘了告诉你，你妈刚才撕的是你上次全身体检的报告单，上面的检查结果是你患了肝癌，你活不长了。气氛骤然寂静，陈明坤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，看我神情笃定，他慌了，僵硬着身体趴到地上，捡起被撕成一片一片的报告单。婆婆拉他儿子起来：“明坤，你在干嘛？你真信这个小贱人说的话呀？”陈明坤冲他大吼：“都怪你添乱，你乱撕什么呀？还不赶紧把报告单拼起来！”婆婆又哭：“你竟然凶我！”谁知这次陈明坤没哄她，而是很不耐烦：“哭哭哭，你就知道哭？你以为你是个宝宝吗？死能装！”婆婆被对得哑口无言。我笑死，原来陈明坤一直都知道他妈能装，但之前是没损害到他的利益，所以他乐意配合一起演戏。可一旦损害到他的利益，他立马就变脸了。婆婆刚才撕的有多潇洒，现在拼的就有多吃力，骂一下就被陈明坤疯狂咒骂，
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身体原因。陈明坤拼碎纸的过程中，突然脸色煞白，捂着肚子倒地不起。我脚底抹油溜了，远远的听见婆婆慌乱地喊救命：“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来人啊，救命啊！儿啊，你可别吓唬我呀！妈还等着你养老送终呢。”我心情大好，中午多吃了2大碗饭，晚上也多吃了2大碗饭。没想到吃到一半，我家门铃响了。我爸打开门，陈明坤和他妈拎着几大包礼盒，陪笑着站在门口。我爸脱口而出：“傻逼，滚！”就要关门，婆婆却利用自己肥胖的身躯挤了进来。陈明坤不要脸地跟在后面。我妈翻大白眼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陈明坤走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倒：“梦梦，我们复婚吧。”婆婆则对着我爸妈苦口婆心劝道：“亲家公，亲家母，先前的事是我儿子做的不对，我已经教育过他了。但夫妻之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我觉得小两口没必要离婚，要不让他们复合吧。”我爸眉毛倒竖：“你怎么教育的？来，当面教育给我们看看。”婆婆一噎，我爸讽刺：“想复婚就这么点诚意呀？”骂2句都舍不得。陈明坤一看有戏，立马冲婆婆喊：“妈，你使劲教训，只要能让岳父岳母原谅我，干什么都行。”婆婆闭了下眼睛，忽然抬起手，狠狠一巴掌抽在陈明坤的左脸上，反手又是一巴掌，接着啪啪啪啪连环4个巴掌。她说：“老婆娶回家是爱护和尊重的，你动手就是不对，你知道错了吗？”陈明坤顶着猪头脸诚恳地说：“我知道错了，老婆才是我最重要的人，老婆才是一家之主。我之前太混蛋了，直到我真的失去你，我才意识到你对我来说多么重要。”我面露轻蔑：“你难道不是快失去生命才意识到我重要的吗？因为你快死了，女朋友大概率也跑了，所以想到我这个前妻，想召唤我回去伺候你，还能白打工给你挣医药费。”陈明坤被我揭穿心思，神情恼怒了一瞬，很快压下去：“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梦梦，你想想我们的曾经，我们大学相识相知8年啊，谈恋爱的时候我对你有求必应，你不开心，我就跨越大半个城市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蛋糕。我不是圣人，孰能无错？你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？”陈明坤的表情诚挚无比，这番话说的，我差点就要感动了。他和他妈不愧是母子，一样的能演戏。确实，当初陈明坤要是一点优点都没有，我也看不上他。平心而论，他学历高，毕业2年考上公务员，也够努力上进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，工作再忙，也会在特殊节日给我准备惊喜。所以当初我不顾父母反对，非要嫁给他，即使他家里没有任何帮衬。可结婚后，我才慢慢发现他变了。每次遇到他妈的事，他总是不分青红皂白责怪我。等他妈走了，他又跟我忏悔。我想着他妈不跟我们住，1年能见几回，也就没放心上。没想到我的妥协让他更加变本加厉。我当然知道他不是真心想跟我复婚，只是缺少一个出钱出力的傻帽而已。如果躺在那里的是我，他大概率会庆幸自己离得好，没准还会特意跑过来骂我活该。我歪歪头：“你说的对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那让我想想，明天给你答复。”陈明坤和他妈面露喜色：“好好，儿媳妇，打是亲，骂是爱。我儿子是爱你才忍不住打你的，磕磕绊绊很正常。”我差点溢出来，下一秒，啪一声，我一巴掌甩到陈明坤脸上。他想发火，但忍住了。我说：“哎呀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
你不介意的吧？陈明坤咬牙陪笑，还主动把另一边脸伸到我面前。不介意，不介意。为了套住我当冤大头，他也是拼了。他们走了，我妈立马上前问：梦梦，你不会真的考虑吧？那可是个火坑，妈不允许你再跳进去。我爸也严肃着一张脸不赞成。我笑笑，当然是骗他的。陈明坤可是有暴力倾向，他快死了，要是不把他哄出去，他破罐子破摔咋办？明天我们全家出去旅游，让他找不到我们。我们全家订了一大早的飞机飞到了海南，刚躺在民宿床上，陈明坤打连环电话轰炸：我来接你去登记结婚，你家里怎么没人啊？我说：哦，我带爸妈出来旅游了，等回去再说吧。那头一愣，沉默好半晌，问：你为什么要去旅行？你不知道我得癌症了吗？我觉得奇怪，我爸妈辛苦一辈子，就旅游这点爱好怎么了？他们年纪大就应该享受生活，我做女儿的当然要全力支持，这不是你说的话吗？你得癌症不是还没死吗？我回去能干嘛？陈明坤语气有点急，可是我要住院治病，没个人在身边不行。我哦了一声，先让你妈先伺候着吧，她不是说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这方面她一定很有经验吧？婆婆抢过手机：儿媳妇啊，你能不能先借点钱？你们夫妻一场，你不想看着明坤因为没钱治病死了吧？这才是真正目的吧？我惊讶：你们没钱吗？怎么会呀？我记得明坤前不久不是贷款给你买房车的吗？你把房车卖了再换钱不就行了？哎呀，我们要去吃海鲜大餐了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挂断电话。我带着爸爸妈妈在海南游玩了半个月，后来又坐飞机转去了内蒙古玩了半个月。期间，陈明坤和他妈给我打过无数电话，求我借钱，要么就让我去医院陪护，我通通挂断。直到婆婆说陈明坤的中期发展到晚期了，我才带着父母回去，行李爸爸妈妈先带回家了。我直接赶往医院，迫不及待去看热闹。来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我到医院的时候正碰到陈明坤和他妈吵架。短短1个月，他瘦得很快，脸颊两边都凹陷下去了，脸色也越来越黄。此刻陈明坤满脸的不可置信：妈，你竟让我放弃治疗。儿啊，现在没有适配的肝源，你治也治不好的，还不如拿着钱出去玩一趟，把最后的生命浪费在医院里有什么意义？你体谅体谅妈，我都已经在医院陪护你1个月了，身体真的扛不住了。回家吧，妈给你买点中药喝喝，中药比西药管用。陈明坤气得冒烟：你是不是我亲妈？当初你要旅游，我瞒着李梦把所有的存款拿出来支持你，现在我就是生病了，你竟然因为怕花钱怕累就让我去死，你这是一般的病吗？你还能活多久？你非要把我掏空你才满意呀？活着的人还要生活，我把钱给你花，我以后养老怎么办？你别太自私。陈明坤委屈得差点哭出来：我自私？我为了你连婚都离了，你竟然骂我自私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至于住院了还饥一顿饱一顿，李梦肯定会把我照顾得很好。哦，难怪瘦得那么快，原来是饿的呀。婆婆立马反驳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你对她不好，一巴掌把她扇走的，那还不是你挑唆？我看你跟李梦说的一样，只顾自己享乐，趴儿女身上吸血的无良老不死。你，好啊，你也是这么想的是不是？你这个白眼狼，反正你现在没钱缴费，要被医院赶出来了，我不管你了。病房里还有其他人，他俩就这么旁若无人的互相咒骂，全然没有了当初的母子情深，真有意思。一场病就让他们丑态毕露，
眼见炒得差不多了，我提着一袋子烂苹果进来了。咦，还没等到干圆吗？妈，你有没有去做配对啊？你俩是母子，应该会配对成功的吧？婆婆被我的话说得一愣，下意识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我的肝哪能用啊？”妈，你忘了，去上个月民政局门口，你说你刚做过全身体检，身体好得很，一定能满足捐肝指标。陈明坤听到我这话，像是听到了活着的希望，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神情激动：“妈，你快去给我做配型，给我捐肝，我能活下来了。”婆婆满脸的拒绝，就差写在脸上。儿子，你听妈说，第一，你没钱做手术；第二，捐完干妈的身体就不好了，咱顺其自然吧。以后你那份，我一定会带你活下去的。我继续煽风点火。妈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明坤难道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？你就忍心眼睁睁看他死？你把房车卖了，不就有钱了？你闭嘴吧！我要走了，不跟你掰扯。他是你老公，以后交给你管了。婆婆说不过我就想跑，把烂摊子丢给我。陈明坤彻底怒了，他不知道哪来的劲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薅住婆婆的头发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你别走，你不给我捐肝，就把我的钱一分不少吐出来，不然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病房。婆婆被他吓住地哭出来，结结巴巴解释：“儿子，儿子，你冷静点，钱我花完了，我没办法呀。”陈明坤反手又是一巴掌：“都怪你，都怪你，我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！”啪啪啪啪，连环7、8个巴掌。旅游旅游，你就知道旅游，你不旅游会死吗？婆婆被打得跪地求饶，我默默退出病房，心里畅快无比。还有一件事，恐怕陈明坤还不知道，婆婆在外这几年根本就没有到处旅游，而是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家，用她的钱养老大爷和老大爷的儿子。知道这个消息时，我真的震惊，也根本没什么房车。婆婆用房车的钱给老大爷的儿子买房付首付，这还是离婚时。我发现婆婆听我说她在外面没有旅游这几个字很慌张，于是我把这事告诉爸妈，爸爸立马自告奋勇当私家侦探去查，没想到还真给查到了。陈明坤真惨呐！啊呸，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。我准备在陈明坤一病不起时给他致命一击，万万没想到，我还没说，陈明坤就自己发现了，让我去认尸。陈明坤死了。原来那天在医院，医生制止了陈明坤打他妈的行为。婆婆趁乱跑了，陈明坤也因为没钱缴费出院。但他对婆婆的肝念念不忘，于是用钱把婆婆骗出来。在婆婆走后，他偷偷跟在婆婆身后制造意外，让他妈去死，然后顺理成章地得到肝，然后就发现了这个秘密。冲动之下，他掏出水果刀一通乱砍，婆婆被捅了3、4刀。老大爷有亲儿子帮忙，把陈明坤反杀了，婆婆捡回一条命，只是终身要挂尿袋。她的老相好及儿子双双入狱。婆婆听到这个消息，哭得好大声：“造孽呀！你自己病了死就死了，为什么要拉上我的男朋友？”我唏嘘不已，这就是人性，自私的人性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为了180万彩礼，我嫁给了一个瞎子。由于他是瞎的，我干啥都肆无忌惮，怎么浪怎么来。直到那天，他无奈开口，蹲马桶都不关门。你真当我瞎呀？那天我路过相亲角，一个满脸福相的老嫂子拉住我询问：“姑娘，来找对象啊？”我可不是来找对象的，我是去找工作。而且我一向反感相亲，甚至打定主意不结婚了，啥对象我都不找。正要否认，老嫂子一语惊人：“
我儿子很不错的，1米87，8块腹肌，帅过明星。对了，我们给180万彩礼，陪嫁1栋别墅，1辆保时捷。阿姨，您真是天生慧眼呐！我就是来找对象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每天都来这里溜达，就盼着找个好人家嫁了。我亲切地握住阿姨的手。阿姨也是天天来呀，你是阿姨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了。对了，你哪里人？什么学历？阿姨喜笑颜开。成都的，在北京读的985大学，刚毕业不久。成都好啊，985好啊。阿姨更开心了，拉着我坐下详谈，问了很多问题，越问越满意。最后她一锤定音：阿姨太喜欢你了，如果你不嫌弃我儿子，我明天就安排你们见面。这话说的，我哪会嫌弃呢？有你儿子的照片吗？我心痒痒。阿姨取出了照片，我一看，两眼都要放光了。照片上的男人清冷俊秀，一头干练的短发显得阳光又成熟，加上那帅绝人寰的五官，妥妥的行走的荷尔蒙。阿姨，我嫁。我也一锤定音。阿姨却迟疑道：姑娘，我儿子有个疾病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。其实这是我儿子上年的照片，他今年失明了。失明？我愣了一下，不等说话。阿姨继续说：姑娘，你先别急着拒绝，我儿子真的很好的，你可以先接触一下试试，就当是试用期嘛。试用期我也给钱，1个月5万怎么样？阿姨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。阿姨打算让我试用几个月？我直吞口水。3个月吧，要是3个月后你们合不来，阿姨也不会为难你的。阿姨叹了口气，操碎了心。我一口答应了。3个月15万呢，傻子都会接。况且阿姨的儿子是真的帅，看着都赏心悦目。事情就这么说定了。阿姨继续叮嘱：我儿子自从失明后就一蹶不振，经常一天都不会说一句话，对家里的佣人管家也讨厌得很。所以这次你过去，只能你跟他独居，你要多担待一些，开导他。阿姨谢谢你了，感情是找个人陪他解闷，这个好，我就喜欢陪帅哥解闷。我们约定时间，明早9点在旁边咖啡厅见面，来个正式的相亲。翌日，我本想早点起来化妆打扮的，结果睡过头了，一睁眼都8点半了，那肯定不能打扮了。我想着对方是个瞎子，打扮了也没用，索性自然点。我将头发一扎，穿上一套秋季休闲装，就这么出发了。到了咖啡厅，阿姨已经等着了。她旁边坐着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，男人不苟言笑，高冷漠然，仿佛跟世界格格不入一样。但他无疑是整个咖啡厅的焦点，不知道多少女生偷看他，有的甚至偷拍。我也被他吸引，暗想真帅啊，帅到我麻筋上了都。我赶紧走过去，阿姨起身欢迎：程曦来了。这是我儿子陆晨。陆晨一动不动，没有搭理我。我也不在意，毕竟他是个盲人，想看我都看不到的。坐下后，阿姨开溜了，让我跟陆晨接触一下。我尬住了，我咋跟陆晨接触？我没经验，他又是个盲人。哈喽，我强颜欢笑，同时欣赏着陆晨的盛世美颜。他点了一下头，算是回应我了。太尬了。我问他吃早餐没有，他说吃了。我脑子一抽道：哈哈，我没吃，我先吃个早餐呢。说完我就后悔了，我这干饭之魂怎么这个时候烧起来了？陆晨再次点头，示意我随意。那我不客气了，尬聊太折磨人了，我又饿，还是吃吧。这家咖啡厅的早餐真是绝了，我吃得停不下来，想着反正陆晨也看不见我，我也不用在意什么形象了，所以我大快朵颐，吃了一份还不饱，又叫来服务员，偷偷让他再上一份，2份下肚。
我撑了，好饱呀，这里的早餐真值，半份就饱了。我斯斯文文找话说，陆晨嘴角似乎翘了一下。我一愣，这家伙在笑吗？定睛一看，没笑啊，还是那么冷冷酷酷的，话也不说，那就继续尬着。好在阿姨及时回来了，陆晨跟他低语2句，就由门外的司机扶着走了。我心里难免失落，我这是没过关，3个月15万要飞走了。不料阿姨喜滋滋地拉住我的手，程曦，太好了，我儿子说你不错，可以处处看。啊！我一脸懵，他全程不吭声，那么高冷，怎么会看上我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以前带他来相亲7、8次他都是这样，这次还是这样，但竟然看上你了。阿姨依旧乐呵呵，我想不明白自己哪点让陆晨看上了，干脆不想了，我只想15万。阿姨当场给我一次性转账15万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我更合不拢嘴。我最近找工作不太顺利，可太缺钱了，去跟陆晨同居3个月，不仅有钱，还有时间提升一下自己，双赢。当天我就收拾家当搬去了陆晨的别墅，一栋位于郊区的豪华大宅。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别墅，得有800平米吧。院子里好几辆车，什么保时捷、法拉利都有，估计是陆晨以前开的。院子里还有个露天泳池，东边有花园，美不胜收。我被阿姨送来后，就自己在里面溜达，正欣赏着美景，一个保姆冒了出来。我有点意外，不是说我跟陆晨独居吗？我们是不住家的，每天轮流来做饭、打扫卫生，不会过夜，更不会打扰你跟少爷独处。保姆显然得到了阿姨的交代，主动跟我解释。我说明白了，保姆就指了指2楼，陈小姐可以上去挑选一间房间，或者直接跟少爷一起住。如果他不介意的话，一起住的进度也太快了吧。我程曦也是要脸的，我果断上楼去挑选一间空房，结果才上去就看见陆晨孤零零地坐在阳台，一动不动，跟个老人似的。正巧也是夕阳西下，他在暖色光芒中的身影帅炸了，但也估计炸了。我心里没由来的一软，这可怜的少爷呀，失去了眼睛，再美的夕阳也是一片黑，太痛苦了。嗨，少爷，我来了。我想了想，故作轻松上前。陆晨轻轻点头，依旧不言语。我带你去兜风吧，你可以摸摸风，摸摸阳光。我提议，反正我会开车，我以为你会给我念书讲故事，跟那些心理辅导师一样。陆晨开口，声音清澈又低沉，带着一股化不开的忧郁。我撇嘴，讲故事多没劲，兜风才带感。陆晨若有所思，点了点头。我当即扶着他下楼去，他走得很慢，明显很少走动了，估计失明后天天坐着，日子活得没劲儿。我们走到了院子里，面前是保时捷，保姆跑了过来，有点惊慌：“少爷怎么下来了？小心摔了，不用那么紧张。你去拿车钥匙来，我带陆晨兜风。”我挺无语的，陆晨都瞎了，对生活失去了动力，还怕他磕磕碰碰干啥？就要磕磕碰碰。保姆去拿了车钥匙，我扶着陆晨上车，他坐副驾驶座。我研究了一会儿，启动了车子。保时捷就是不同，手感太棒了，一脚油门起飞，结果起过头了，砰，车子撞围墙上了。幸好速度还不够快，但我和陆晨都往前一甩，口水都飞出来了。保姆吓坏了，赶紧来救人。我也吓坏了，妈耶，完了！看向陆晨，他歪着头，墨镜竟然还戴得好好的。我忙说对不起，他嘴角翘了那么一下，无奈中带点笑意。第一天就要谋杀我，挺狠呐。我也笑了。陆晨是个有趣的人，我们都没大碍，
换了一辆车子后又出发了。这次我熟练了，而且不开出别墅区，不会出事，我就一圈圈的兜。陆晨单手靠在窗边，短发被晚风吹动，侧脸帅得梦幻，绝了！都到天黑，我们才回别墅。吃了饭之后，该洗澡歇息了。保姆已经走了，辅助陆晨沐浴的工作落在了我身上。我之前没考虑到这一茬，这会儿难免羞羞答答。陆晨自己宽衣解带，坐在了浴缸里，平静道：“我看不见，你不用在意。也对，他啥都看不见，我羞个什么？”果断帮他洗澡，洗得我衣服都湿了。我索性脱了衣服，准备抓条浴巾裹住自己，结果陆晨忽地呛了一下，吓我一跳。我说：“你咋了？呛到水了？”他无神的眼球动也不动，脑袋轻摇：“没事。”你在干什么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脱了衣服，只穿着内衣了。要不是陆晨失明，他肯定看了个透。我赶紧抓过浴巾裹住自己，尬笑道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继续帮你吧。”尬尬的气氛中，可算洗完澡了。我把陆晨扶回了他的房间，自己洗个澡就晚安了。我还是睡另一间房，我可没有那么厚脸皮去跟陆晨同床共枕。不过一晚上睡得不安逸，我有点认床。清早醒来，我哈欠连连，坐着晕坨坨的。正巧陆晨扶着墙过来找我，他估计想洗漱。我一把掀开被子，然后感觉怎么这么凉，低头一看，我擦，我咋啥都没穿？我明明穿着睡衣睡觉的。经过一晚上的折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我一直有裹的习惯。不过在别人家可不敢裹，没想到无意识中还是裹了。我利索又钻回了被窝，涨红了脸看向门口。陆晨低着头面对地板，一言不发。你看见了什么？我看不见。哦对，他是盲人。呼，虚惊一场。我又掀开被子，利索找睡衣，结果正抬头的陆晨又呛了一下，再次低下头。你又咋了？我有点迷糊了，可能感冒了，最近老咳。陆晨清冷又平静。原来如此，我心想也是这样。他一个盲人，总不能是因为看见了我的身体，导致心跳加速、动脉血逆流、胸腔激烈起伏，从而引发的咳嗽吧？我起床了，帮助陆晨洗漱完毕。楼下保姆喊我吃早餐，我问陆晨下不下去，他说不下去。那我自己下去，将早餐端了上来。一上来，又看见陆晨坐在阳台一动不动，跟个老头似的。朝阳明媚，打在他身上却仿佛染了一层灰蒙蒙的忧郁。我心头一叹，这可怜的娃呀，他昨天兜风挺开心的，但内心深处的忧伤难以抚平。笑过了也就笑过了，黑暗的生活还得继续。我挺能理解残疾人的心理的，毕竟以前专门去做过残疾人的义工，受过培训，要把陆晨拉出黑暗可不容易。嗨嗨嗨，吃早餐喽！自己吃啊，我撑了，得运动一下。我过去摆好小桌子，将早餐放在陆晨面前。他怔了一下，一般都是保姆喂我的，有啥好喂的？手抓住勺子，这么一舀，粥就进嘴了。我蹲下拿陆晨的手，你试试，另一只手这么一捏，点心也能进嘴了。陆晨任由我施为，两只手都不能空闲，他很简单就做到了，哪里需要喂，很轻松对吧？我就这么吃的，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我笑眯眯，陆晨嘴角轻轻扬起，点了点头。我心里笑笑，残疾人其实很怕你把他当残疾人对待，尤其是像陆晨这种高傲的大少爷。我的原则很简单，4个大字：当他没瞎。我不把陆晨当瞎子，让他自己吃早餐。他胃口挺好，慢悠悠地享受着朝阳和食物。我在旁边做热身运动，
就这么穿着睡衣开始晨练，扭扭肩膀，蹲蹲大腿，弯弯老腰，活力四射。正四射着，我忽地意识到自己姿势不太雅观，因为我正弯腰拧身，脖子下面一片白，并且正对着陆晨。他要是没有失明，眼睛一扫就能瞅见不该瞅见的东西了。我赶忙看他，他平平静静坐着，墨镜后的眼睛不知道有没有注视着我。不对，他瞎的，注视个啥？我也是想多了，人家一个失明的大帅哥，哪能龌龊看我呢？我就放松了，继续晨练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身段全让太阳看去了，出了一身汗。再看陆晨，他竟靠着椅子侧躺着，脑袋歪到一边去，没有正对着我，睡着了。这大清早的，他也太虚了吧！我尝试将他推回屋子去，他却坐直。我没睡，那你怎么躺着？太阳太晒了，我眼睛虽然失明了，但还能感受到光，不太舒服。陆晨解释，竟有点心虚。他一个高傲大少爷，说话还带心虚的。我眨眨眼也没多想，可能他不是心虚，是我多虑了。毕竟他一个盲人，总不可能是因为看见了我欢脱的臀练，导致心跳加速、动脉血逆流、胸腔激烈起伏而引发的心虚吧。大少爷吃了早餐，我就准备干活了。我的任务就是陪陆晨解闷，顺利通过试用期。我找来保姆，询问陆晨的爱好。少爷的爱好老多了，开机车呀，唱歌呀，绘画呀，弹钢琴啊。可惜出事后，他什么都不沾了。保姆挺同情陆晨的。我琢磨了一下，锁定了唱歌。如果能让陆晨重拾爱好，那他就能迈出黑暗了，起码可以迈出一大步。而我很擅长唱歌，从这一点切入没有难度。我让保姆帮我开了音响，准备好了设备。我要大展歌喉，歌房在3楼，是陆晨以前用的，各种设备齐全，不过看样子很久没人用了。我抓着麦一站，唱起了曾经的你。没一会儿，陆晨由保姆扶着上来了，他不出声，坐在椅子上听我唱。我来了劲儿，一首首歌唱出来，什么走马、易燃易爆炸，演员老多了。陆晨嘴角又翘了起来，拍拍手点评：高音哑，中音沉，低音飘，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来，你来唱。唱歌我还没输过谁呢。我跟陆晨较劲儿，保姆吓了一跳，连连给我使眼色，暗示我要哄着陆晨，恭维陆晨，别跟陆晨斗嘴。我才不在乎这个，陆晨也不在乎。他站起来，一步步摸过来，我将麦给他，他选了一首歌，清唱出声，是伍佰的《白鸽》。前方啊，没有方向；身上啊，没有了衣裳。鲜血呀，渗出了翅膀，我的眼泪湿透了胸膛。我听呆了，陆晨忧郁又沉稳的声音唱这首歌，简直太绝了。只是歌声中一股前所未有的悲怜充斥着我的心。我看着唱着白歌的陆晨，总感觉他的忧郁不仅仅是因为失明了，多可怜的孩子啊！陆晨唱完了白歌，那些歌词似乎影响了他，他没有表情，没有话语，就这么转身下楼去，又要去阳台坐着了。我心里一紧，我本想让陆晨唱歌找回兴趣的，结果他一首歌把自己唱自闭了，那可不行。陆晨，你太厉害了，咱们组建一个街头乐队咋样？我拉住陆晨，兴冲冲提议，就叫晨曦乐队，音同晨曦。我们今晚就去万达广场唱歌，再搞个2维码挂着收赏钱。陆晨怔了怔，收赏钱是什么操作？我们唱得好听，别人就给钱喽。乞讨？呸！我们凭手艺吃饭，乞什么讨？我哼哼。保姆一脸苦兮兮地朝我摇头，暗示我别说了，估计觉得我是在侮辱陆晨。陆晨并没有拒绝，但也没同意，
只是静静思考着。我有点怕他拒绝，忙说：“赚的钱我3你7，我2你8也行。”陆晨笑出声，竟抬手摸了一下我的头：“全给你喽，小财迷！”哇，有点迷之心醉，咋回事？陆晨同意跟我去乞讨。啊呸，是去唱歌。他还很大方，赚的钱全部给我。我可乐坏了，第一时间去打印了我的收款码。我早就想这么干了，毕竟我有过在酒吧驻唱的经验，想着要是找不到工作，唱歌讨口子也行啊。当晚，我们去讨口子，保姆小玲也跟着，她老是担心陆晨会出事。到了万达广场，天色已经暗了，广场人来人往，街头歌手也不少，网红就更多了。这年头，街头直播的网红随处可见，更别提万达广场了。我选了个地方，跟小玲布置设备，占地盘。陆晨站在一旁吹风，他太久没有出来了，并不适应，周围嘈杂的人声似乎让他有些烦躁。当然，女孩子们的围观也让他烦躁。整个万达广场，陆晨最帅，人能不围观他吗？我们很快布置好了，我润润喉，先唱一首《唯一》，把气氛搞起来。有一说一，我唱歌真的不错的，加上我颜值不差，身材也好，很快就吸引了大批观众。我顺势把陆晨拉入场了，他似乎想走了，真的不喜欢这种嘈杂的地方。我快刀斩乱麻：“陆晨，我们唱《爱人错过》，作为你的未来老婆，合唱这个不过分吧？”陆晨烦躁的表情消散，他轻笑了一声：“你的试用期还没过呢，没事，爱人不错过就行了。”陆晨没说话，抓住了麦，合唱开始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，我也没记起。合唱大获成功，陆晨一鸣惊人，他本来就帅炸了，唱歌还那么好听，引得全场尖叫。不知道多少人拍视频呢，扫码给钱的人也很多，乐得我合不拢嘴。陆晨渐渐适应了这种氛围，又跟我合唱了好几首，露出了久违的笑，不是那种浅浅的笑了，是由衷的欢笑。我喜滋滋，老感觉自己功德无量，咱们可怜的娃终于迈向光明了。此后的日子基本围绕着街头唱歌展开。我跟陆晨还在抖音火了一把，可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我跟陆晨也彻底熟悉了，我在别墅里基本是横行无忌了，加上他什么都看不见，我该咋浪咋浪。比如一整天穿着睡衣跑来跑去，要多清凉有多清凉。比如拉着陆晨做瑜伽，我就在他身边一字马，夸要多开有多开。比如洗澡后忘记拿毛巾了，我直接捂着胸口就跑出来拿，没办法，总不能让陆晨帮我拿吧。他几乎全程围观了我的浪里个浪，也不知道咋了，他的咳嗽一直没好，时不时就会突然咳一下。有次他正喝茶，我裹着浴巾就出来吹头发，还乐呵呵地扭起小屁股，他当场喷了一地茶，我吓了一跳，问他咋了，他捂着嘴摆手：“烫到了，真是不小心呢。”不过可信度100%，毕竟他是盲人，总不可能是因为看见了我扭屁屁而导致心跳加速、动脉血逆流、胸腔激烈起伏而引发的喷茶吧。我浪里个浪，浪了2个多月，陆晨每天都很开心，因为有了动力嘛。我们经常去兜风，我开法拉利又撞了一次，把陆晨头都撞出一个包。我们还去玩跳楼机，我想帮陆晨找刺激，结果我自己刺激死了，拉着他嗷嗷叫，吓得差点骆驼祥子。我们还会经常枕头大战，我蒙着眼睛跟他一样失明，然后抓着枕头打架，每次都是他赢，我就偷偷解开不作弊，看他怎么赢，结果他还是赢，并且会偷笑，再对我精准打击。
可气死我了！每晚的街头唱歌也是必不可少了。我有时候不想去，他都逼着我去。这晚他又要去，结果下雨了，我嘎嘎大笑，去不了了。终于可以休息喽。陆晨莞尔，又一次摸摸我的头，正好，我给你画个画吧。画画？还有13天，你的试用期就结束了。我想把你画下来。陆晨很震惊，我心里莫名一紧，怎么感觉要分别了？你看不上我吗？说什么呢？乖乖坐好。陆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他让我坐在沙发上。我说你又看不见，怎么画？我的手可以触摸你，我能摸到你的样子。陆晨抬起了自己的手，我就不墨迹了，画就画吧。陆晨让保姆搬来了画板等物，画板就摆在我旁边。陆晨坐在我侧边，左手可以触碰我，右手能作画。我乖巧端坐，注视着陆晨，好奇他能把我画成什么样。他很快开始了，左手触摸我的脸，一寸一寸的抚摸。还别说，他的手暖暖的，摸得人很舒服，不过也有点痒痒的。我怕痒，一个劲儿的笑，陆晨也笑，嘴角一直飞扬着。好半晌，他画好了，我脖子都酸了，探头一看，哇，好美！画板上就是我，眉眼如柳，秋水点唇，活脱脱一个大美人。你太厉害了，怎么做到的？我感觉不可思议。陆晨可是盲人啊，竟然能画得这么完美，熟练就好了。陆晨收起笔，似乎也在看画，可他是个盲人啊，看得了什么呢？这画送给我吗？我要拿回去裱起来。我搓手，陆晨却摇头，不送给你。为啥？我急了，这是我画的最满意的一幅画，我不想送出去。陆晨轻声道。我有点闷闷的，这家伙真小气。不过嘛，我可以撒娇。我往他身上一凑，搂住他脖子，娇滴滴道：“给我吗？我真的太喜欢了。说实在的，相处这么久了，我还是第一次主动跟他肢体接触，这可能就是水到渠来，自然而然。”陆晨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反手摸摸我脑袋：“我给你500万。”这画相当于我买了啊！我有点懵，真的，那必须得卖呀！我啥都没干，凭空到手500万，哈哈哈！陆晨真给了我500万。翌日他母亲就送来了，程曦呀，我儿子说要给你500万，你收着吧，阿姨给你带来了。阿姨拉着我的手，站在别墅院门口说话，我接过卡。惊喜又疑惑，真的呀？豪门公子这么大方的吗？阿姨笑了笑，不太自然的样子。我请他进去坐坐，他摆手，我就不去了。你的试用期马上到期了，再好好陪陪陆晨，他变化很大。我谢谢你，其实我也没干什么，无非就是偶尔带陆晨兜风，然后天天拉他去外面唱歌，在别墅里也就各种浪。逍遥自在。陆晨能好起来，主要还是我打开了他的心扉吧。他愿意接纳外界，那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。送走了阿姨，我哼着小曲上楼，太开心了。结果陆晨又孤零零地坐在阳台，一动不动，像个老头。我心里一急，咋回事？陆晨这情况不对劲啊！我跑过去抱他，喂，你在干啥？冥想。陆晨笑了一下，任由我趴在他背上。我仔细看他脸色，挺正常的，看来果然只是冥想，是我想多了。那就好，你妈真的给了我500万，哇，我成百万富翁了。我分享着喜悦。陆晨好笑，小财迷。对呀，我就是财迷，我还要嫁给你，把你的钱全部拿走。我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。陆晨沉默了一下，点头说好。试用期最后一天晚上，我扑上了陆晨的床。我是突发奇想的，反正明天我就要转正了，今晚同床共枕有什么关系吗？嘿嘿，
小晨晨，我来了。我钻进被窝，抱住了陆晨，他笑死。晨曦小姐，你一向都这么勇的吗？那不是，我只是跟你太熟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不是看不见，我全身上下有几根毛你都数遍了。我不害臊，都这么熟了，害什么臊？陆晨再次笑死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啥都看不见的，可惜了，你可惜个头啊，还真想毛都数个遍呢。我敲他脑壳，他反手把我抱住，一直憋笑。我戳他，他求饶，接着将我强势地揽入怀中。我立刻软化了，那么宽阔温暖的胸膛，实在是必杀技，哪个女人遭得住啊？陆晨要是这时候干点坏事，我绝对束手就擒。结果他啥都没干，就是哄我睡觉，乖乖，早点睡吧。真是直男，一点情趣都不懂。翌日大早，我特意跑回自己房间，穿上了精美的礼服，再跑回陆晨的房间。陆晨，摸摸我的衣服，太美了。我跟个精灵一样转圈圈。陆晨坐在床上笑，不用看都知道很美，毕竟是你老婆。我洋洋自得，陆晨还是笑。随后我们听见了楼下传来汽车喇叭声，我正要下去瞅瞅，陆晨开口：“是我父母派人来了，今天是我妈生日，我去一趟。你在家里就行了，你啥时候回来？今天可是我转正的日子。”很快的，陆晨低下头，2个保姆上来了，帮陆晨洗漱收拾。我想下去看看，但2个西装男竟然守在楼梯口，不让我下去。我感觉不对劲，啥情况？陆晨，确定是你父母的人吗？我问话，陆晨应了一声是，就由保姆扶着他下楼去。我追过去看他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很温柔地笑了笑。那一刹，我感觉他能看见我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脱口而出。很快的，陆晨下去了。陆晨走后，家里的保姆竟然也离开了。我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院子里张望，无聊透顶。啥情况啊？终于有动静了，一辆红色宝马驶了进来。我一喜，还以为是陆晨回来了，结果一看，是个不认识的妇女。她脸颊圆润饱满，头发自然卷，着装相当贵气，大户人家的夫人啊。我上前询问是谁，她打量了我几眼，冷淡询问：500万收到了吗？500万，陆晨的母亲给我的500万，可以这么说，你收到了就好。妇女拍了一下手袖：晨曦小姐，很遗憾地通知你，你的试用期不过关，请你收拾东西离开吧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你并不是陆晨喜欢的类型。不过他很感谢你帮他走出阴霾，他有了面对新生活的勇气。500万是他给你的报酬，算是分手费吧。分手费？我嘴唇颤抖，心里没有来的一阵绞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承认自己一开始是奔着钱来的，但经过3个月的相处，我眼中已经没有钱了。感情这东西真不是钱能衡量的。我跟陆晨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一生的烙印。我们第一次兜风撞墙，第一次合唱《爱人错过》，第一次触摸绘画。我不信陆晨不要我。我盯着妇女，她很平静。晨曦小姐，我给你1个小时收拾东西离开，否则我会控告你擅闯民宅，请警察来驱赶你。妇女说完就回车里坐着了。我呆呆站着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委屈、疑惑、难受，各种情绪交织着，又想着陆晨离别时的欺骗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。他明明说了很快就会回来，1个小时后，警察来了。我狼狈地收拾了东西，行尸走肉地离开了，回到久违的租房。我依旧浑浑噩噩，无法接受现实。我想着陆晨唱的歌，想着陆晨画的画，还有他离别时对我的欺骗。
他肯定知道我该滚了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是个沙笔，难受了好几天。我浑身无力地出门，必须找点吃的。结果走着走着竟然晕倒了，只记得走到了相亲角附近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在医院，护士告诉我，是一个时髦的妇女把我送过来的。我打听了一下，立刻认定那时髦的妇女就是相亲角的阿姨，也就是陆晨的妈。她在哪里？我忙问。她帮你交了钱就走了，说不认识你。护士回应，不认识我，明明就认识。她想避开我。我尽快出院，跑去相亲角逮她，结果逮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她。我更加坚信她要避开我了。我跟陆晨的事一定有隐情，我便跑去陆晨的别墅找人，却发现那里已经空了。陆晨压根不在这里了。看着空荡荡的大别墅，我心里也空了。陆晨，你在搞什么鬼呀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失魂落魄离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了租房，倒头就睡。梦中是陆晨的脸，他在唱歌，他在画画，紧接着是支离破碎的玻璃。我在梦中都抖了一下，玻璃，那是车窗玻璃，碎了一地。地上都是血，一个男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而我蹲在他身边，帮他做人工呼吸，吊住了他的命。一下子惊醒了，我怎么会梦见那场车祸？上年，我骑车路过一个陡坡，发现一辆跑车翻了，满地的玻璃和血液，车主奄奄一息。我赶紧施救，等到了救护车的到来，怎么会突然梦见这件事？我闭着眼仔细回忆，迷迷糊糊又陷入了梦境。那地上的男人跟陆晨重合在了一起。陆晨，他是陆晨。我一下子坐了起来。对，虽然当时陆晨血肉模糊，可我依稀记得他的模样，就是他呀。我上年救了陆晨，然后在相亲角被人拉去陪陆晨，现在陆晨离开了，他早有预谋。陆晨，你搞什么鬼？我骂着，眼泪又下来了。一股莫名的冲动让我出门。我骑上了自己很久没骑的山地车，在夜色中朝着车祸现场狂奔。石子岭第3个拐弯后的陡坡，现在已经是半夜了，路上都没有几辆车了，更别提骑车的人。我什么防具都没带，就这么冲向了石子岭。1小时后，我浑身大汗，骑上了石子岭第3个陡坡。冲过陡坡是一片空地，这里可以休息和停车。一辆法拉利停在这里，车灯闪烁，依稀可见车内坐着一个男人，正沉默地看着一幅画。我瞳孔一缩，大喊道：“陆晨！”泪水一瞬间就决堤。我只是莫名其妙就想来这里，根本不指望能找到陆晨，但他就在那里，他就坐在车里，孤寂得像个老头。车里男人动了一下，立刻踩油门上山，将我甩开。我大叫：“陆晨，你干什么？”我不要命地踩着山地车追上去，但法拉利越跑越远，我累得头晕目眩，一个不慎翻倒下地，朝着陡坡下面滚去。我摔得头破血流，撞在了悬崖边的石头上，几乎晕厥。夜色很冷，四周很死寂，气温很低，我感觉自己要死了。昏沉中一个劲儿地哭，一双大手将我抱了起来，温暖的淡香袭来，我哭得更大声了，一边哭一边骂：“为什么这样对我？”陆晨没有说话，将我抱上了车。我看见了自己的画像，然后心力交瘁昏了过去。惊醒的时候又在医院，我立刻喊陆晨，但回答我的是一个妇女：“少爷已经去美国接手家族产业了，昨晚走的。”我看向妇女，可不就是陆晨的母亲，相亲角那个女人。陆晨走了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其实是少爷的管家，并不是母亲，你叫我王姨吧。王姨叹气，满脸苦涩。我质问她为什么骗我。城西，
看来你知道你当年救了少爷，不然也不会跑去石子岭。这整件事其实是少爷的报恩。王姨解释。我摇头，报恩直接给钱就行了，费那么多劲干什么？陆晨就是喜欢我，他要我陪3个月，玩弄了我的感情。王姨哑口无言，半晌才苦笑。我如实说吧，当年少爷是去轻生的。我大吃一惊，轻生？少爷承受了太多压力了，他的人生就跟木偶一样，被父母牵引着。他从小优秀到大，一直站在常人不能企及的高度，但越是这样，他越孤寂。后来就得了抑郁症，选择了轻生。王姨眼眶红了，他被你救了，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温暖，所以对你念念不忘。在养伤期间，他跟父母交换了条件，他可以遵从父母的意愿活下去，但必须再见到你，报答你。王姨说出了来龙去脉。我久久坐着，说不出话来。陆晨，你个傻子！我要见他。我下床，他昨晚去美国了呀。王姨为难，你骗谁呢？我是半夜2点去找他的，他把我送到医院，然后大半夜飞美国了。我可不容易忽悠，陆晨肯定没去美国。王姨干笑了一声，柔声道：承熙，算了吧，少爷答应了老爷夫人，以后好好当接班人，并且要跟周家小姐联婚，能跟你相爱3个月，少爷已经知足了。知足个屁！你告诉陆晨，我今晚会去石子岭，如果凌晨12点他还不来找我，我就跳下去。我坚决无比。王姨呆了，我不跟他多说，提前办理出院手续，然后去养精蓄锐。等到晚上，我打车去了石子岭，就在那片空地坐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山上的人和车都离开了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喂蚊子了。我看看时间，11:45，还有15分钟。起身环顾山上山下，鬼影都没有一个。陆晨，你不来是吧？15分钟过后，我走向了栏杆，只要翻过栏杆就能跳下去了。我丝毫不拖泥带水，直接翻过去。猛地，一道远光打了过来，山上疾驰而来一辆法拉利，我两股颤颤，赶紧翻了回来。车停，陆晨戴着墨镜下车，静静地看着我。我跑过去，他抬手指住：承熙小姐，你我两清，闭嘴！我往他身上一挂，直接吻了上去。陆晨一僵，用力推我，我死也不放开，一边亲一边流下泪来。陆晨感受到了我的眼泪，一下子就软了。等我松开他，他气喘吁吁，脸颊潮红。我也不说废话，说重点。我教你一个办法对付你爹妈，你就是脑子不灵光，从小被压抑到大，连反抗的概念都没有。我哼了哼，陆晨还在喘气，接着深呼吸。承熙小姐，我不想谈这个，闭嘴！我又开始亲，陆晨推我，我就松开他，朝着悬崖跑去。陆晨吓了一跳，不得不追上来抱住我。我继续亲他，又把他亲得满脸潮红了。他没办法严肃了，我拉着他的手，一起走到栏杆边，用他的手机拍了一张悬崖峭壁的照片。你干什么？陆晨不解。你用这张照片发个朋友圈，就说每天半夜总喜欢来这里看看，或许下面才是你的归宿。我指使陆晨，还有，以后有空就跑来这里，假装轻生。陆晨皱眉，不行，太胡闹了。你就是要胡闹，像我一样胡闹才有用。你不发，我就跳下去。我又要翻栏杆了。陆晨抿着嘴看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爱你呀！你说我想干什么？我恶狠狠盯着他。我不要你的报答，我就要你。我从来没说过这么霸道的话，仿佛我跟陆晨身份互换了。可霸道的话一说完，胸中的所有委屈也喷涌而出，我哭得像个孩子，
一边盯着陆晨，一边流泪。陆晨用力将我抱住，别哭，我发。陆晨发了朋友圈，一张悬崖的照片，一条文字：每天半夜总喜欢来这里看看，或许下面才是我的归宿。之后我让陆晨就在这里等着，我先走了。陆晨听我的，坐在车里又孤寂的跟个老头一样。我走远了，躲在树木后，看着陆晨的车。不多时，山下警笛声大作，一辆辆私家轿车也冲了上来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足足30-40辆车来找陆晨了。我远远看见很多人围住了陆晨，其中有老人，也有中年人。我还听见一声痛骂：“晨儿，你怎么又要做傻事？”闹剧持续了半天，人群才散去了，陆晨也被带走了。我回租房歇着，足足1个星期没有陆晨的消息。不过第8天，王姨来找我了，说夫人想见我。我心里哼了哼，见就见呗。在一家高档餐厅，我见到了夫人，也就是陆晨的母亲。王姨告诉我她姓黄，我认得她，就是她让我从别墅里滚的。再次见面，我主动握手，黄夫人有何指教？我带着胜利者的微笑。黄夫人沉着脸，并不跟我握手，而是开门见山说：“吧，你要多少钱？什么多少钱？”陆晨明明已经答应好好当我们的接班人，跟周小姐联婚了，突然又变卦要寻死，恐怕就是你教唆的吧？黄夫人眼中带着杀气。我摇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们逼得他寻死的？上年他为什么寻死呢？黄夫人脸色一变，我晨儿一时想不开而已。你想表达什么？你还要自我欺骗到什么时候？是不是只有陆晨死了，你才能认错？我毫不留情。黄夫人脸色铁青，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。王姨吓得一抖，连忙给我使眼色。我才不管，也一巴掌拍桌子上。就算是一根弹簧，也是有极限的。你以为压得越狠，弹得越高？难道就没有想过会压断弹簧吗？你好好想想，陆晨什么时候开心过？要不是我陪了他3个月，他这根弹簧早就断了。我越说越气，一把将银行卡甩出来：“你的500万，我不需要，留着给你那位周小姐当嫁妆吧。”我骂完就走。黄夫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呆呆坐着。我回了租房，没多久王姨来了。我以为她来骂我，结果她竖起大拇指：“程曦，你真大胆，夫人都被你骂懵了。”嘀咕着，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？她会知错？我不信，少爷都这个样子了，夫人恐怕不得不知错呀。王姨叹气，将那张银行卡交还给我。夫人都忘了这张卡了，她心不在焉地走了。我只能把卡拿来给你。我不要。我摇头。王姨劝我收下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至于少爷的事，夫人会定夺的。我还是不要，因为是我还给黄夫人的，我不能贪这财。你真不要？这可是500万呢。王姨还劝我，我都听烦了，说不要就是不要，让王姨拿走。王姨笑了一声，看来程曦小姐真是很爱少爷。一开始明明为了1月5万而心动，现在连500万都不要了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吗？我难得有点害臊了，啥爱情不爱情的呀？瞎扯。王姨还是笑，回头看向门口。我吃了一惊，因为黄夫人就站在门口，她脸色很复杂，紧盯着我。我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不说话，就这么走了。王姨赶紧跟上了，我一头雾水，什么情况？3日后，王姨又来了，她含笑道：“程曦小姐，这些天少爷一直往石子岭跑，威胁夫人，山上风大，导致他眼疾又犯了，再次失明。”什么？又瞎了？对，所以夫人经过慎重考虑，请你再去照顾少爷。这次1个月10万，
王姨掏出了一份合同，这次几个月，如果不是因为陆晨又瞎了，我不可能去的。说不准，得看少爷的意思。我问过少爷了，他的初步意思是一辈子，后续变不变就看你了。王姨笑出声，我一愣，瞬间明白了。走走走，我回到了别墅，依旧是我一个人进去，保姆在做饭。2楼很安静，我噔噔噔跑上去，看见陆晨坐在阳台画画，一瞬间笑开了。我轻手轻脚过去，看见了画上的女孩，是我，不过发型是单马尾，那是我上1年的发型。你竟然记得我上年的发型？我抱住他，他早就听到我来了，微微一笑。你给我人工呼吸的时候，单马尾一直在我脸上晃，你把我骗好惨。我问你，那3个月，你是真瞎还是假瞎？我咬了牙，红润爬上脸颊，不羞是不可能的。我那3个月都干了啥？洗澡不关门，穿衣不带 bra， 睡觉不遮体。妈耶，想想都想死，真的瞎了。你离开后，我才康复了几天，又被山风吹瞎了。医生说的静养1个月才会恢复。陆晨很真诚，他的车祸太严重了，损坏了双眼，还容易复发。我放宽心了，看来陆晨啥都没看到。你慢慢画吧，姐又回来喽，先洗个澡。我哼着小曲去浴室，顺手就将衣服脱了一丢。陆晨呛了一下，我回头看他，他没啥异样，还在画。我眨眨眼，继续去浴室。等我洗完了，陆晨也画好了，站在浴室门口让我看。我一边扎头发一边看，结果肚子突然痛了。来的路上太急了，衣服穿少了，肚子冷到了。我郁闷道，直接往马桶上一拖一坐，蹲一蹲再说。陆晨又是一呛，吓我一跳。我说你干啥？他摘下墨镜，灵动的双眼中满是无奈。蹲马桶都让我看，你真当我瞎呀？啊！我擦，裤子一提，我飞踹过去，呜呜呜给爷死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